哎呀，说起这事儿，那可真是让人心里头一暖。我们平时总爱讲硬实力，看谁家的大楼盖得高，地铁修得远。可您有没有想过，一个地方真正的魅力，它那股子让人舒服的软实力到底藏在哪儿呢？是那些冰冷的钢筋水泥，还是渗透到我们每天生活里的那些小细节？最近啊，就有一位嫁到宝岛的姊妹在网上掏心掏肺地分享了她在那里过日子的真实感受。她这视角可够特别的，不是新闻里那些大而化之的报道，也不是游客走马观花式的打卡，而是她这位新住民用自个儿一双眼，把那些我们平时最容易忽略却又最能打动人心的瞬间给捕捉了下来。这里是意识觉醒，记得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他来之前可能也跟不少人一样，对宝岛的印象大概还停留在课本上的日月潭、阿里山，或是小时候追过的偶像剧、听过的流行歌曲。可当他真真切切成了这片土地上的一份子，他才发现原来这儿最美的风景压根儿不在那些知名景点上。他总结了10来件让他感受最深、最熨帖的小事儿，而这些事儿让他猛然醒悟，什么叫润物细无声的震撼。接下来我们就跟着他的脚步一块儿走进这个最真实的宝岛，看看那些藏在柴米油盐里的温柔。要说头一件让他感动到不行、贴心到骨子里的，您可能觉得有点出乎意料，那就是宝岛那些功能齐全到让人想哭的母婴室。为啥这事儿排第一？因为她呀是个带着小娃的妈妈，这方面的需求那真是切身感受。他还记得头一回带着宝宝回宝岛，在桃园机场一下飞机就先去体验了那里的母婴室。一进去，哎呦喂，那叫一个温馨敞亮，压根儿不是那种随便找个角落隔出来的小黑屋。里头的饮水机不光有冷热水，连泡奶粉的恒温水都备齐了，开关还带儿童安全锁，这细节简直暖到心坎里。尿布台永远都擦得干干净净，旁边的洗手液、卫生纸敞开供应，不要钱的。老实说，这标准就算放国际大机场里，那也是顶尖的。您想想，他之前去过香港机场，还有大陆1线城市深圳的机场，那母婴室一对比就显得有点寒碜了。可这还只是个开始呢。后来他慢慢发现，在宝岛，甭管是捷运站、百货公司，还是大点的公园、政府机关，您几乎都能轻轻松松找到高标准的母婴室。这在大陆，哪怕是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也还远远没普及呢。他常常寻思，我们嘴上总说要爱孩子、重视教育，花大价钱送他们去上各种昂贵的才艺班、补习班，可真正的关爱和重视，难道不就应该体现在这些最基础、最日常的细节里吗？一个社会对孩子和母亲是不是够友善，这程度啊，往往就藏在这些不起眼的公共设施里头。第二件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宝岛公务人员那让人如沐春风的服务态度。因为两岸婚姻这事儿，他得经常跑些政府机关办文件、办手续。在他固有的印象里，公务员这词儿多少带着点高高在上、门难进、脸难看的色彩。可在宝岛，他的经历完全颠覆了他的认知。他清清楚楚地记得，每次去相关单位迎接他的
从来不是一张冷冰冰的脸，特别是在办证件的事务所，人家甚至有专门的职工会亲切地问他需不需要喝水，引导他去舒服的沙发区坐着等。整个环境那叫一个放松，完全没有那种紧张严肃的压迫感。轮到他办业务的时候，柜台后面的公务员那叫一个有耐心，一步一步引导他填表格，甚至会主动帮他想辙，看看怎么处理流程最顺畅最省时间。有一次，因为他航班时间突然提前，导致一个重要的签证可能来不及办下来，他当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结果接待他的那位公务员比他还上心，人家非常有耐心地帮他翻查规定，联系相关部门，最后真真的帮他找到了一个合情合理的解决方案，让他的问题顺利解决，没耽误行程。那一刻，他心里真的充满了感激，人家可没因为他说话带着口音或者对流程不熟悉就表现出任何不耐烦，那种发自内心实实在在想帮你解决问题的热忱，是他以前从未体验过的。这让他深刻感受到，原来为民服务真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可以落实到每一次微笑，每一句没关系，我来帮你想办法的实际行动中的。第三项，那可是真正让我们老百姓受益的医疗健保体系。来宝岛之前就听说过全民健保有多厉害，可只有亲身经历过才知道它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他来宝岛待产那会儿，每周都得去医院做产检，给他看诊的是位特别温柔的女医生，整个问诊过程那都是1对1的私密模式，您不用跑遍医院各个角落去排队去批价缴费，所有的检查都可以在一个诊间里安安静静的全部完成，最后再到柜台统一结账。可最让他吃惊的是那费用，因为大部分检查项目都可以通过健保报销，他们自己需要支付的自付金额真的非常非常低，这和他以前在深圳医院的经历简直是天壤之别。他记得在深圳，甭管什么时候去医院，永远都是人山人海，听说好多热门的妇产科号都挂不上，有些产妇甚至只能在走廊待产。每次和医生交流，门外总有好多人忍不住探头探脑，甚至直接闯进来站在你旁边等，那种感觉让你的隐私荡然无存。在宝岛这次经历，让他第一次感受到了有尊严的、被尊重的医疗服务。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他如何照顾他的病患和弱势群体。宝岛的健保真正做到了让医疗资源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是普罗大众都能安心享有的保障。第4个温暖的瞬间来自于宝岛人深入骨髓的乐于助人。有一次，他骑着 U-Bike 去办事，因为要暂时离开一下，就随手把车子自带的缆绳锁给扣上了。没想到回来的时候，那个锁竟然打不开了。他试了半天都不行，只好打电话联系客服。可因为他说话带口音，跟宝岛人不太一样，加上对专业术语不熟，在电话里沟通了半天也没能说清楚问题。那天太阳特别大，他就站在路边晒得头昏眼花，拿着电话既无助又懊恼，耐心都快被磨光了。就在这个时候，一位路过的大哥主动停下来问他，小妹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他赶紧把情况跟他说了。大哥听完后二话不说，还热情地把旁边店家的老板也请了出来，2个人就蹲在地上陪着他一起研究那个锁头。
最后，在他们俩的合力帮助下，那个固执的锁终于被打开了。他当时真的感动到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能一个劲儿的道谢。其实，这只是他在宝岛受到帮助的无数次经历中的一次缩影。在这里，如果您在路上遇到困难，无论是问路还是东西掉了，您只要试着向身边的人求助，大概率会得到非常热情的响应。这种陌生人之间的善意和信任，就像空气一样自然，它构成了一种让人非常有安全感的社会氛围。第5项是那让人佩服的五体投地的垃圾分类彻底执行。刚来宝岛不久，他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好多公共场合，比如街道上竟然没有垃圾桶，可路面却非常干净。他当时特别困惑，难道大家都不产生垃圾吗？后来才知道，原来这是因为宝岛彻底执行了垃圾不落地的政策。这里的政府规划了专门的垃圾车，会在固定的日期和时间，准时在固定的路线上来收集垃圾，而且是过时不候。民众必须把垃圾带回家中，并在家里就做好垃圾分类，例如一般垃圾、资源回收、厨余等等，然后再追着垃圾车把分类好的垃圾交给清洁队员。更关键的是，在宝岛专用的垃圾袋是需要花钱买的，价格还不便宜。这就形成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大家在外面产生的垃圾都会很自然地先存在自己的包包里，然后带回家，再进行极其细致的分类。在宝岛，垃圾分类已经不是一项任务，而是深入人心的社会共识和生活习惯，每个人都会认认真真地对待这件事。如果您敢乱丢垃圾，很可能会受到周围人一致的注目礼，甚至是谴责，有时候还会被拍下来成为新闻报道的焦点。这种强大的社会监督让整个环境保持得非常整洁，这背后体现的是一种高度的公民自觉和对环境的责任感。第6项是那简直深入骨髓的排队文化。在宝岛插队被视为一种非常失礼甚至可耻的行为，严重的话可能会被人拍照上传到社交媒体进行公审。根据他的观察，即便是在最繁忙的平日上班尖峰时刻，捷运站里的人流虽然汹涌，但无论是上下电扶梯还是在月台等车，一切都井然有序。大家会非常自觉地排成一列，遵守秩序，不争不抢。特别是在电扶梯上，大家会很默契地全部靠右站立，把左边的通道留出来给那些真正有急事需要通行的人。这个小小的细节真的展现了极高的人文素养。还有一些网红美食店，门口经常是大排长龙，可您会发现，即便队伍排得再长，大家也都安安静静地站着，脸上没有那种不耐烦或者急躁的表情。这让他感受特别强烈，因为在某些地方，许多车站、景点人一多，队伍就很容易乱成一团，争先恐后、互相推挤的画面仍是常态。排队这件小事在宝岛是理所当然的日常，但在有些地方却成了需要时时提醒的素质考验。这让他明白，文明真的不仅仅体现在城市的高度，更多是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尺度和生活细节上。这种自觉遵守秩序的行为，让整个社会充满了和谐的氛围。第7项是城市里那几乎消失的汽车喇叭声。因为他同时在大陆和宝岛都有过比较长的居住经验，所以对这一点感受特别明显。在深圳生活的时候，每天上下班尖峰时段，
路上的交通拥堵常常会引发驾驶们的集体急躁，只要车流速度一变慢，此起彼落的喇叭声就会立刻响彻天空，仿佛在进行一场焦虑的交响乐。然而在宝岛，即便是在车水马龙的市中心，您也极少能够听到有人按喇叭。在这里的社会文化中，随意按喇叭被认为是一种极度不礼貌、具有挑衅意味的行为。大家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默契，除非是遇到紧急的危险情况，否则绝不轻易用喇叭声去催促或打扰别人。这种安静不仅仅是噪音的减少，更是一种心态上的从容和对他人的尊重。第8项是把顾客至上。刻在骨子里的服务业宝岛被誉为美食王国，这一点绝对名不虚传。但我觉得比美食更厉害的是，这里因为激烈的市场竞争而彼此砥砺淬炼出的超高服务水准。在宝岛的餐厅或商店，服务人员都非常注重提供周到细致的服务，而且他们通常更喜欢您称呼他们为先生或小姐，而不是生硬的服务员。这本身就是一种尊重的体现，他们对顾客的反应，无论是好是坏，都异常重视。他还记得有一次在一家知名的百货公司里吃芒果冰，吃到一半觉得炼乳加的好像不太够，他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向店员反映了一下，没想到他们立刻道歉，并且马上给他换了一份全新的。更让他意外的是，最后结账的时候，他们坚持要减免掉这一份的费用，还微笑着感谢他提出的建议，说这样可以帮助他们改进产品。在宝岛，顾客至上真的不只是一句挂在墙上的口号，而是一种渗透在服务业每一个环节里的实际行动。这种对顾客需求的敏感度和主动解决问题的态度，让这里的服务品质在国际上都获得了很好的声誉。第9项是那把谢谢挂在嘴边的日常。宝岛人真的非常喜欢说谢谢。这种表达感谢的习惯不仅仅发生在同事、客户之间，甚至在亲人朋友之间也非常常见。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天天说谢谢是不是有点太客套了？但在宝岛生活久了，你会发现自己也会不由自主地被这种氛围感染。无论男女老少，也无论职业高低，这句话的出现频率极高。您去买东西，店员找完钱会对您说谢谢；您下公车，司机会对您说谢谢；甚至维修工人来家里修完东西，临走前也会很有礼貌地说一句谢谢。这应该是他在宝岛听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了。无论是发自内心的真诚感谢，还是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性的口头禅，这2个字总能像春风一样带给人一种温暖和被尊重的感觉。很多时候，表达感激并不会让您损失什么，反而能给自己和对方都带来一整天的好心情。第10项是那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的便利商店。有人说，宝岛是全世界便利商店密度最高的地区，几乎每隔100公尺就能找到一家。这句话真的一点都不夸张。就拿他家社区楼下来说，走路不到2分钟的距离，就有2家不同品牌的大型连锁便利店。在宝岛，便利商店早就超越了商店的范畴，它更像一个万能的生活服务站。您不想做饭的时候，里面有各种美味的鲜食可以选择，日常生活用品、新鲜的水果蔬菜也一应俱全。更让他惊喜的是，大部分便利商店竟然还提供干净的厕所，实现了真正的一站式便利。
而且他们是24小时全年无休营业，让您无论何时都能满足需求。便利店里的饮料、牛奶、鲜奶种类繁多，而且品质很好，价格甚至比他在深圳买的还要便宜。这对于像他这样的吃货来说，简直就是天堂。在这里，便利商店不仅仅是满足您物质需求的地方，它更提供了一种安心、便捷、可靠的生活方式，已经成为宝岛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听完这位朋友分享的这10件温暖小事儿，不知道您心里头是啥感觉？其实无论是前面提到的母婴室、健保，还是排队、垃圾分类，这些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但它们就像一块块拼图，共同拼凑出了一幅名为宝岛日常的美丽画卷。一个地方的魅力，或许真的不在于它拥有多少世界第一，而在于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是否都能感受到被温柔以待。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您对哪一点最有共鸣呢？如果您觉得全民健保和优质医疗最有感触，请在留言区回复1。如果您觉得垃圾分类和社会公德最让您骄傲，请在留言区回复2。如果您认为无所不在的便利店和顾客至上的服务最吸引您，请在留言区回复3。当然啦，如果您有其他更深刻的感受，或者有不一样的看法，也非常欢迎在留言区留言，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故事和观点。最后，如果今天的分享让您有所触动，或者让您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宝岛，请千万不要忘记点个赞哦。我们下期再见。